今天呢，才刚到中午，又已经下了好几个鸡蛋了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啊，真心的建议大家养鸡下蛋挺好的，可千万别再养鸭和鹅了。看看这喂鸡鸭鹅的饲料又已经吃光了，打开桶瞧瞧，桶里边也见底了，又该去买饲料了。早上的时候给他们倒了点剩下的冬瓜皮啊、菜叶子，还有一些剩饭剩菜什么的。看来是剩饭剩菜都给吃光了，这些剩的冬瓜皮啊、秋葵什么的还留了不少。这些东西先让他们将就着充饥，我一会儿再给他们做点吃的去。刚才为什么建议大家千万别养鸭和鹅了呢？有好几个理由，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理由就是太能吃了。我保守的估计，这一只鸭和鹅的食量啊，能赶上3-4只鸡，或者是更多。特别是大鹅，像我这只图卢兹大鹅，到现在了一个蛋还都没下过呢，真是都白白的浪费饲料了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当初养它到底是为了做什么。这只大母鹅，它胆子也不是很大，也没有办法保护这些鸡和鸭。其实鸭子倒是下蛋还可以，尤其是这种大白鸭，还是下了不少蛋的。我们把好多蛋收集起来，就腌成咸鸭蛋了，还是挺好吃的。不过呢，咸鸭蛋这种东西也不能多吃，毕竟是腌制的东西又咸，一年也吃不了多少，所以这些蛋呢，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用途。你说把它们像鸡蛋一样的吃吧，它又腥，不是特别好吃，而且鸭蛋里边胆固醇含量特别高，其实吃多了也不是特别好，还是鸡蛋更好一点。我先把这些鸡蛋给它捡出来，省得到时候它们万一不小心把这些鸡蛋给我咬了就麻烦了。这些鸡和鸭有的时候饿坏了或者渴坏了，也是干过这种事儿的。每次把捡蛋的这个门打开都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些鸡鸭就跃跃欲试的一直想跑出来。不过我现在先不想放它们出来了，等到晚上的时候再放它们出来透透风吧。因为刚种下的小苗太多了，以免到时候它们出来到处给我刨啊，给我咬，把这些小苗都毁坏了。晚上一般6点多的时候给它们放出来，让它们在外面待2个小时，天黑了就回去了。这样的话，它们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到处乱逛，到处给我刨地吃小苗了。养鸡还是特别好的，吃的少，下的蛋又特别多。其实家里边养上几只鸡就可以轻松的实现鸡蛋自由了。而且这些鸡蛋呢，肯定是品质要特别好，也特别好吃，比外边超市买的那些要好吃多了，甚至比那些很贵的有机的鸡蛋都要好上很多。一旦吃习惯了家里边养的鸡下的蛋，外边的鸡蛋就吃不下去了，总觉得有一股腥味，不好吃。我们自己养的鸡，每天知道它们都吃了些什么，比较安全。而且像菜园里边有好多的菜呀、豆子啊、玉米之类的那种剩下的，就给它们吃就行了。而且这种吃有机菜长大的、吃虫吃草长大的，它下的蛋的品质也是特别高。还有像刚才说的，家里边的厨余也不用费劲儿做什么厨余堆肥了，直接扔给它们吃，转化率又高，很快就变成肥料了。像那些草啊、叶子呀、瓜皮什么的，以前都是热堆肥，或者是用这种堆肥桶给它堆肥，这种周期长啊，怎么也得6个月的时间才能转化。但是要是给它铺到鸡窝里边呢，让那些鸡呀吃一吃、抓一抓、挠一挠，再跟鸡粪、土混合，当然也都是鸡自己来混合了，那很快就变成肥料了。刚才说了鸡的好多的优点了，又说了鸭和鹅的不少的缺点。其实鸭和鹅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太喜欢水，也太能喝水了。像这里边的水，以前养鸡的时候，我一天也就是加1次，夏天最热的时候加2次就够了。但是现在养了鸭和鹅之后呢，这水刚加进去一会儿就没了。它们不光是喝呀，还玩儿。因为我的水管没法够到这地方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红桶，就随时把桶里的水能给它们加进去。你看，这是刚刚加过的水，一会儿的功夫又给喝掉这么多了。它们水已经喝饱了，我得给它们去做点饲料去了，一会儿该饿着了。我一边做饲料，一边再给大家说说这养鸭鹅一个最致命的缺点吧。这一袋呢是以前丽丽团购的时候买的大豆，也叫黄豆，都好多年了，一直也吃不完。现在看着也还可以，但是我们也不想吃这种陈年的东西了，还是把它煮来喂鸡，也不至于浪费。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这种经历，一买东西就买多，然后剩下好多也吃不了。反正现在我们是很少去团购了。团购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冲动消费，有很多东西你买回来根本就用不了，或者是吃不完。
还有一些就是头脑一热就买了，拿回来根本就没用过，完全浪费啊！现在就是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了，不去囤东西了。我估计可能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有类似的经历，还有类似的这种心理过程吧。现在把灶架好了，我去拿锅来。把我这个大锅拿来了，这大锅以前是我卤猪头啊、卤猪肘子的时候用的。现在呢，年龄大了，也吃不了那些东西了，吃的很少。这种大锅基本上就没什么用途了，刚好拿它来给鸡煮黄豆。这锅好像是稍微有点歪，我得给它垫一垫。这回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好，黄豆锅里倒。哦，刚刚突然想到，我还是先倒一半吧，给它留下一半。我回头试一试，测试一下，看看这黄豆还能不能发芽。如果能发芽的话，明年春天给它当覆盖作物种一种。但我估计这发芽的可能性不大了。这黄豆啊，看着还真是挺好的。刚刚发现水龙头不够长，我得搬过去接点水。哇，好重啊！接了不少的水，其实这黄豆应该是提前多泡一会儿的。这一冲水呀，这豆子里边起了好多白色的沫子。我感觉我还是给它泡个1个小时吧，否则的话煮起来有点困难，太浪费这个燃气和火了。利用这个功夫，我先去干点别的活去。我感觉是泡的差不多了，先把豆子给它煮上。把气打开，点火，先给它调成大火。看这豆子啊，泡了1个多小时，还确实是膨大了不少，吸了不少的水。哎，把锅盖给它盖上。趁这个功夫，我先去泡一杯咖啡去。咖啡来了，咖啡真是特别好的东西啊。最近这几个礼拜不是经常都需要加班吗？平常工作日的时候干活干到很晚，然后周末有的时候还要加班。这周是稍微好一点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不过最近就是累着了，一到下午的时候就犯困了。你看现在都是休息了，结果没有咖啡的话，还是觉得有点疲惫。这一杯咖啡下去，很快就能有精神了。现在回忆起以前刚工作的时候，写程序都写到凌晨2、3点钟，然后睡会儿觉，睡上3、4个小时，到6点的时候又爬起来继续工作。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有无限的精力。现在这10几年、20年过去了，真的是精力不行了。现在啊，真的是强烈的感觉到岁月无情催人老啊！再回首时已白头。原来那个年轻又能干、精力无限的小伙早就没了，现在已经是变成中老年的大叔了。还好呢，工作上呢这些年也都干的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，虽然公司也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有时候挺心烦的，但是整体上也还凑合吧。生活上呢也能种菜呀，然后跑步，去外边运动运动。像以前呢还能钓鱼，也能适当的消遣和放松一下。感觉是快要开锅了，我给它搅和搅和。我可能水加的还是稍微的有点多了，可能少点的话就熟得快点了。趁这会儿功夫呢，再稍微聊2句。刚才的话题好像是扯得有点远了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这个鸭子就是养鸭和养鹅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其实很多养过的朋友不用我说，应该也能知道，就是太脏太臭了。你像我养这些鸡鸭鹅，我还是经常的给它这个鸡窝里边换新的碎木屑呀，然后铺新的麦秆什么的，其实应该还是挺干净的。鸡笼也是经常会铺一些这种院子里收集的树叶什么的。像以前养鸡的时候呢，就是干干净净的，你走过去之后，基本上闻不到什么太多的这种异味，哪怕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其实味道也不大。但是自从养了鸭和鹅之后呢，这味道啊，真是夏天的时候都受不了，就是一股扑鼻的臭味。你经常给它换新的爆花啊、新的麦秆什么铺进去，很快就脏了。感觉鸭子和鹅就是又能吃又能拉，然后喝水还特别多，就是把整个地方都弄得又臭又脏又潮又湿的。所以说呢，要是院子小呀，或者是爱干净的朋友，我还是真的不建议养鸭还有养鹅了。不知道养过还有正在养的朋友是不是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同意我这种说法？可能你要是养上1、2只给它当宠物，或者是养那种宠物鸭、宠物鹅，其
经常给它洗一洗，那还好一点儿。其他的情况建议还是就别考虑了，就踏踏实实、老老实实的养鸡下蛋吧。我感觉已经是煮的差不多了，先给它捞出来晾一会儿。看这豆子已经是煮的比较软烂了，鸡吃起来应该是不费劲儿了。先捞出来一些。好了，满满的一大盆，剩下的在里边再给它焖上一会儿。端走，准备给鸡拌饲料。这给鸡装食物的桶被鸡给我弄得特别脏，洗了一下也没有洗太干净，就将就着用吧。好像还是有点热，但是好在不是特别烫了。剩下的也都给它捞出来吧。再来一盆，都给它倒进去。再给它拌上鸡喜欢吃的虫子干，看着就特别好吃呀。这是妥妥的植物蛋白加上动物蛋白，都是高蛋白的东西。再给它多来点儿，这感觉跟我们平常练健身健美吃的高蛋白的饮食差不多了。这吃下去之后，应该是能养出肌肉特别发达、特别健硕的这些鸡鸭鹅来吧。虫子干一受热呀，都在里边动，就像是活了一样。再给它好好的搅拌搅拌。昨天麦麦豆豆下课，邻居家有好几个小朋友过来玩，丽丽给他们做了一种西红柿鸡蛋饼。看来这个东西方的饮食差异还是挺大的。这些美国小孩其实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的，麦麦豆豆就特别爱吃，所以丽丽以为大家都喜欢。这剩了不少，也都给鸡吃吧。还有昨天是中秋节嘛，给小朋友们拿月饼吃，他们还是挺喜欢的。剩了点月饼，昨天是忘了拿回家了，招了好多蚂蚁，也都给鸡吃了。最后再搅拌搅拌，可以了，端过去给鸡吃。再等一会儿，该着急了，来了。今天是周末了，就稍微早点给他们放出来吧。哦，发现了。看看这吃的有多香啊！看这鸡和鹅刚放出来就又跑出来了，这鹅慢悠悠的从网上走回去了。只要我一过来，它们就知道自己犯错了，就会慢悠悠的走回去。哇，那只鸡居然想飞进我菜园里边！